家的丧门星！他爹摸死人，他也摸死人，现在摸到活人头上了。哼，昨儿他才从井边过，今儿早就死人，不是他克的是谁？大庸南境，清河县，我是县衙仵作宋怀仁的女儿，从小跟着父亲认药、验伤、记诗阁。人是你杀的？这股混着淤泥和异物的浊味，和前世查过的污染井一模一样。宋之梅，回话。他不是被刀杀的，也不像爹井死。当家的呀，你昨晚还好好的，怎么一早就没了？他昨夜喝过这口井的水。城南谁不喝甜水井？喝完后有没有腹痛、发热、手脚发软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口井的水不能再喝。放屁！甜水井喝了几10年，你说不能喝就不能喝。武进家的女儿也敢咒全街人断水？宋之薇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知道。指甲灰粉、腹痛抓痕、唇边湿泥、井水白沫，若再让人喝，倒下的不会只有他。喝不到，救命！娘，水不能喝。他都这样了，不喝水怎么活？现在封井，再晚就不止死一个人了。封井？宋之薇疯了！这水喝下去，只会更快出事。道长，快看看，是不是水鬼索命？哪里是水有问题？分明是阴晦之人冲撞了水神。你说我是阴晦之人？你父亲常年验尸，你也跟着摸骨祭阁，井边死人，孩童急症，不是心虚是什么？命案未查，便让道人定罪。裴县丞，你说井水有问题，可有凭据？有。正二昨夜何时喝水？天黑后，从码头回来，喝了2大碗。你儿子呢？早上咸粥烫，先喝了1碗井水。这2日谁家腹痛、发热、腿软？站出来！我娘昨夜也疼了一宿。我家小宝吐了2回。喝的哪口井？甜水井。没发病的人呢？我家昨晚用雨缸水没事。我家从北街挑水也没事。同一条街，同一场雨，同样饭食，发病者喝甜水井，未发病者喝别处水，这就是凭据。巧合也能当证？那就先封半日，查清再开。若我是错的，百姓只多走2条街；若你是错的，多喝1碗就多倒1个人。蓝井，裴县丞，你敢听他胡言？我听的是人命。鬼神发怒了！阿离！我家小少爷也倒了。现在不是封1口井，城南3口井全封。看见没有？邪气已经入城，再让此女乱说，水神震怒，死的会更多。不能去。你封井不让喝水，现在我女儿倒了，你还拦我？他要的是医治，不是相会。信他，就把孩子交给香炉；想让他活，就跟我去医馆。去哪儿？同仁医馆。开路。让路。若孩子死在他手里，陆捕头担得起？再拖，他撑不过半个时辰。宋家丫头，你又带晦气来做什么？救人！我们医馆不收。放榻上。妙词。人命要紧。早上吃过什么？粥。粥用什么水？甜水井。温熟水，少量多次。松医通风，别为人。生水1口不能进。他若死在门外，清河县会说医馆怕担责；他若活下来，所有人都会知道你开过门。娘，真信了，没做法也能想。阿离，今早的水是什么味？甜。甜水井当然甜，不是以前那种甜，甜的发腻，还有怪味儿。孩子如何？暂时稳住，但这井不是自然坏的。今晚守井，有人动过它，
就一定会回来。暂封半日，要取水的去北界排队。我孙子还等着水喝，你敢糟蹋水？我是在救你孙子。少吓唬人！郑二昨夜喝了2碗，死在井边；阿离喝了粥，倒在街上。王家小少爷、张家老太、李家小儿全都喝过这口井。你孙子若喝出事，你找水鬼还是找我？谁让封井的？裴县城临时封业。县尊说了，清河县没有水疫怪病，不过几个百姓吃坏肚子，一个武成家的女儿也敢煽动百姓，拆家！陆承安，你也要违抗县尊？甜水井旧台干硬，今日却被新刮过，桶绳有新泥，案发者指缝里有灰粉。阿离说水味变甜，有人下过井，或有人动过井里的东西。胡说八道！是不是胡说？找井夫，谁管甜水井？刘三儿，人呢？早上还在，后来不见了。开井！师爷，若县尊问责，本官担。衙吏明载，凡公用井渠设人命，县城可暂封验看，报县尊复核。甜水井一死数病，封井何归？你拿挑文压县尊？我拿挑文护人命。好，封，你们封。可城南若因断水乱起来，谁都别想脱身。你以前学过这些？跟父亲验尸时见过旧弊案，死人不会说谎，活人的病也会留下路。等。谁让你来的？我只是来撒净井灰。半夜撒？道长说水鬼缠井，要撒灰镇住，还说若不撒，明天会死更多人。灰从哪儿来？一个叫刘三的人送来的。这里面有药渣，还有石灰。拿百姓的命骗钱，药商会，宋之为夜闯水神庙，误会神物，水鬼索命是真的。他白天封井，晚上毁庙。拿好，还要盯着水神庙背后的人。谁敢上前，按冲撞县衙办。水神庙设金水案，账册入证。今晚谁抢证，明日就上公堂。爹验了一辈子伤，这点不算伤。他们不该动你。怕极了的人，总要找一个能骂、能打、能怪罪的靶子。可你若真要站出去，就不能只靠一张嘴。真二家属同意复验。爹，你养伤。他们不信你，是因为你年轻。今日爹陪你去。我只查死因，若真是井水，我要知道他昨日去了哪里，吃过什么，喝了几碗水。石灰像，但不纯。清井会用石灰，可若有人乱投或混着井底淤泥翻上来，就会害人。
刘三是警夫，他最清楚情敌，所以他失踪了。仵作验尸，女儿也进去，成何体统？死人都不放过，宋家真是晦气！昨日说井水害人，今日又扒死人，你是不是非要把清河县闹翻才甘心？你要我停吗？查，死的是我男人，我想知道他怎么死的，有错吗？弟妹，陆捕头记证：正二指甲有灰粉，袖口有锦泥，腹部衣料抓皱，符合饮水后急症挣扎，不是鬼害，不是我克，是井水害人，也是人害人。你昨夜去过甜水井？我没有，我还没说是谁。不是我只是替道长送东西。送什么？一包灰给刘三。给谁？道长说那是敬酒用的圣灰。找刘三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灰是谁给你的？道长。送给谁？刘三。刘三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道长只让我把灰放到井边，说刘三自己会拿。你何时画的？昨夜，人会撒谎，路不会。正二喝哪口井？甜水井。阿离？甜水井。王家？本该是柳树井，但昨日柳树井排队，他们从甜水井调过一桶。张老太？石小井，他孙子在甜水井边卖糕，常带水回去。都绕不开甜水井。甜水井是源头之一。之一？若只有甜水井出事，不该牵连的这么快，除非三口井底下相通。清河县旧渠纵横，城南井水多源自地下渗渠。旧渠图在哪儿？县衙库房应当有。应当？3年前，县里报过进井修渠印，若账册还在，旧渠图也该在。陆捕头，外头来了很多百姓，说家里没水，要县衙开井。不是安排去北街井或县衙后井？去了，北街人不让插队，县衙后井又说先给官眷。谁说先给官眷？让10户代表进来。宋姑娘，我们不懂你话这些。你说井不能喝，可孩子哭着要水。同点是已经发病的人家，这些没发病的人家，多喝的是北街井、鱼缸水或煮过的水。我封井不是断你们活路，是先把害人的水停住。那今晚喝什么？北街井、县衙后井、东河上游取水点3处供水，按户发水牌，老人、孩子、病患优先，每户每日限2桶，必须煮沸。有井之家不得私卖，抢水者停班半日。照办。那水牌什么时候发？现在。不好了，城中药铺全挂了牌，说清热解急的药没了，同仁医馆门口已经挤满了人。昨日20文的药，今日怎么300文？300文，我家半月口粮都没这么多。不是我黑心，上游不给货，清热解急的几味药全涨了。妙慈，不能再按平价发了。魏会首传话，谁私自压价，就是跟药烧会作对。魏会主，魏长茂，清河县6成药材都过他的手。诸位莫慌，魏某听闻城南急症，特来施药。真正能用的不过2味，剩下都是便宜草坑。急症当前，有药总比没药强。今日免费？自然。明日呢？今日免费，明日大家认准魏家的平安药，药价是不是就能再涨1倍？哎，宋姑娘，你封井已经闹得人心惶惶，如今魏某行善，你也要拦？我不拦行善，我只问，成药材是真缺还是被藏起来了？慎言。查药铺出入账。哼，药铺是民产，岂能说查就查？药价异常，牵涉城中急症，县衙可查。裴县城，这是要与清河县所有药商为敌？不是为敌，是登记，有多少药卖了多少，余下多少，写清楚。陆捕头，去魏家药仓。同仁1等仓药不发，他们和宋志远是一伙的，砸了药棚，大家自己拿药。陆成阳，拿人！这些药要按病情登记。登记？
我看你们是想藏着卖高价。抓活的！我们只是来讨药，1周藏药不发，还不许百姓拿。讨药的人带这么多钱，我自己攒的。你不是城南人。上个月魏家药行卸货，我见过你。沈姑娘慎言，魏家伙计多，我怎认得每一个？魏会首认不得人，认得钱袋吗？也许是他们偷的，那就带回县衙审。若真是偷的，魏会也是受害者。带走。魏老爷救我们！妙子，算了吧，魏会主惹不起。惹不起，就看他把药藏起来，把病人逼死。从今日起，同仁医馆分出半间铺子，设净水药棚，急诊先看，无症不乱领。喝过风情水的人先登记，谁哄抢，医馆不接。你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我学医，不是为了看药商会脸色。药钱先记账，县衙作保，查清药价后按评价核算。裴县城真是好气魄，只是医馆想评价救人，也得有药可用。他会端药，那就查他的药从哪里来，藏在哪里。姑娘，他又吐又烧，已经不认人了。早上还好好的，就喝了一碗井水，上午喊肚子疼，后来就这样了。哪口井？柳树井。水煮过吗？井水一直能喝，谁家会煮？搭净水棚。现在人手不够，那就让他们自己救自己。喝过风井水的人到左边登记，家中有老人、孩子、病患的到右边报数。有锅出锅，有柴出柴，会挑水的去北街，谁帮忙谁先领赎水。凭什么帮忙才先领？因为水不会自己烧开，病人也不会自己好，你只等别人救，就排到最后。我会挑水，我有2口大锅，我家有柴。我会记字，我能看火。我跑得快，我能传牌。叫什么？阿九。这里净水棚，这里病患等候，这里家属休息。生水先盛再煮，熟水用净换装，不能和生水桶换用。你连桶都管？一个脏桶能毁一锅熟水。按水牌。姓名。问这个做什么？记名，抢水者停摆半日。县衙作保。我在这儿。谢谢宋姑娘。别谢我，记住，以后井水异常，先煮再喝。原来煮过的水真能救命。宋姑娘没骗我们。宋姑娘，裴县长，水神庙那边也搭了棚。玄真道人说，他有真正能驱邪的神水，不少人都往那边去了。
道长说，宋家阴气碰过的水煮开也脏，还是神水稳妥，10文1碗能保一家平安。水神赐福，饮了必栽。别喝！宋之威，你还敢来？这水从哪儿来？水神座前供水，说人话。你封井断水，害百姓无水可喝，贫道施神水救人，你还要拦？你家谁病了？孙女喝过哪口井？甜水井。柳树井。石桥井。道长说水鬼索命，不分人家，可来求神水的，怎么全是喝过风井水的人？信者得救，不信者不来。你孩子喝过几次神水2次。好了吗？我娘喝完也没见好，我家还更难受些。胡说！净水棚不收钱，只问喝过哪口井，谁轻谁重，该先给谁。水神庙10文1碗，不问病因，不分轻重，只让你们掏钱。你们想清楚，谁在救人，谁在卖你们的怕。饮水图，县衙有册。水神庙供缸，县衙要查。我喝蜀水，没喝神水，我醒了。道长，县衙请你问话。问贫道，你们该问那口井。封了又如何？夜里照样有人喝。什么意思？有些水不是你贴张封子就能断的。宋姑娘，石桥井封条被撕了，井边有新打水的痕迹。脚印不少。不是一个人。守井衙役呢？一个被打晕，丢在巷口。另一个呢？玄真道人没撒谎，封井不是终点，有人还在利用这些井，为了让更多人发病，也为了证明我封井无用。水渍断在周家后门，半夜有人敲门卖水，1桶50文。封水，登记喝过的人送清水棚观察。你越来越像在调兵。站住！别追正路，他知道有人会追，从旧渠边绕，能堵到前面。走。该死！魏家。明早之前找到刘三，他可能知道3口井到底被谁动过。刘三平日里话不多，谁家水桶掉井里都肯下去捞。他管着咱们城南的甜水井、柳树井、石桥井3口井，怎么好端端的人就不见了？是啊，这大清早的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昨儿天黑前，他说有人问井渠的事，出去一趟就没回来。谁问？他没说。最近有没有突然多钱？他说给我补生辰礼。可他哪来的钱？在哪里买的？城东宝庆楼。又收回。宋姑娘，我男人是不是做了坏事？他可能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。他胆小，别人让他做什么，他不敢不做。可他真不是坏人。他最近怕什么？前日夜里，他睡着惊醒，他说井底不能再下了。井底？他说旧渠里有东西，不该让人知道。3年前净井修渠，正是这3口井。刘三工具放在哪儿？后院小棚。药材、神水、净井石灰，魏家伸手的地方比想的更深。大人，簪子是刘三买的，掌柜说他用的是整锭银子，买完就去了城西废仓。那是魏家的旧仓。
不是锦霓，更像药渣。刘三可能不是自己躲起来。你是说，他被人害了？至少有人不想让他开口。刘三若活着，我们找他；若他出事，我也会让他说不了的话变成证据。想刘三活命，别让宋之薇去废仓。宋姑娘，别去了！他们说你去了，刘三就活不了。明晃晃的威胁。我们不去，刘三就一定能活吗？他们不让我们去，说明废仓里有比刘仁国怕见光的东西。找到他，刘三才有活路。留人护刘家，其余人去城西。哼，常有人来。黄芪、霍叶、葛根、甘草，全是城中急用药。外头说断货，原来全藏这儿。好药藏仓里，草根包成善药送人情。登记封存。裴县正，路不长，私闯民仓，不合规矩吧？城中征集镇药价异常，县衙依法查批。这些药尚未验收，不能贸然流入市面。你医馆门前卖300文一副时，怎么不说没验收？沈姑娘，女子行医本就容易误事，何必掺和商账？女子行医误事，男人囤药抬价就不误事？宋姑娘，说话要有证据。证据就在这里，外头断货，仓里堆满，同一枚魏记封印，单婆给百姓的是劣包，仓里藏的是好药。魏会主，你要解释吗？哼，魏家家大业大，存些药材有何不可？信的。刘三，这件假事，你怎么解释？我不知道。3000修渠的人才会有。拿下！刘三，先别过去。让我看！你不是说给我买簪子吗？你不是说以后不下井了吗？你醒醒啊！我见过死亡，前世见过，今生也见过。可一个本来能开口的人，被硬生生变成一具冰冷证据，依然让人胸口发堵。太会义庄吧？不许动他！你们查来查去，查到最后他还是死了。周娘子，刘三的死，县衙会查。县衙？他就是给县衙清井的人，他就是因为3年前那口井死的。 3年前，3年前修井渠，他回来就不对劲。他说是有人拿烂木填渠，说石灰带数目不对，还说账底全是糊弄人的东西。我问是谁，他说不能问。后来他忽然多了银子，他说闭嘴才能活，可他还是没活着。 3年前净井银，烂木填渠，石灰账目不对，这已经不只是魏家囤药，是清河县官府旧账。不是船上的木，像井渠木桩。这里有勒痕，不是溺死，先被制住，再移到船上。有人想伪造成落水。他昨夜被带离废仓后，还去过别处。去哪儿？井底。他死前
可能被逼着下过井。刘三怕了一辈子，最后还是把最要命的话留下了。他不是白死。查哪口井？甜水井，从第一具尸体开始，就在那里。井底真有东西。这刘三儿都死了，谁还敢下？宋姑娘不会自己下井吧？宋姑娘，不是我们不肯，旧渠岔口多，进去容易，出来难。旧渠图呢？县衙库房没有。没有，还是不见了。刘三有没有留下井下标记？他下井时总在绳上打结，1个结直下，2个结左去，3个结右去。井绳呢？右渠。我下去。你不守旧渠，总不能让宋姑娘下去。我去。你才多大？13，我认得刘三叔的节。不能再害孩子。怕吗？怕。怕还去？我妹喝过甜水井，是沈姐姐救的。刘三叔以前也帮我捞过桶，我想帮他把话说完。不是逞英雄，你只到右渠口，看见暗格，1拉绳，停；2拉往上，3拉立刻救你，跟着节走。到水面了，看见右渠了。拉！县衙公牌，3年前进井修渠的人才有。周维庸，清河县令。裴县长，县尊有令，宋之威扰乱民心，私查关账，即刻拿下！拿下宋之威！谁敢动？路不通，这是县尊手令。宋之威一介民女，私封水井，妄查关账，煽动百姓聚众，扰乱清河县民心，即刻押回县衙候审。字写的急，印盖的重，越急越说明井底旧账是真的。宋之威查井是本官准的，县尊也让小的带话给您，裴县城若再插手，一并停职候查。县尊说他扰乱民心，可若不封井，城南今日会多倒多少人？县尊说他妄查关账，那井底旧账为何藏在甜水井暗格？刘三为何死？魏家废仓为何有井渠司木牌？大人，宋姑娘等着水牌。我家老人还在净水棚，不能抓宋姑娘！先查井，县令若清白，怕什么查？都别乱，旧账和铜牌要立刻封存。我亲自回县衙。县衙还安全吗？不安全，所以不存库房，存公堂，当着百姓、衙役、医馆、警夫家属的面封正。县尊不会准。那就让县尊来公堂取。你会被牵连。我已在局中，若清河县的水都不干净，我这个县士站得再稳，也只是站在烂泥上。县尊身体不适，不声讨。那便由我代行。你敢！甜水井旧账，井渠司铜牌，魏家石灰袋，刘三遗留血布，暂列清河县井水案证物，任何人不得私动。师爷，别让自己也成证物。好一个井水案，一个仵作女儿竟敢把县衙搅成这样。县尊若觉得我错了，就请解释井底旧账。本官会解释，但在此之前，来人，封净水棚，凡未经县衙许可发水发药者，一律按聚众乱政论处。
这是给病患的水。县尊有令，私设水棚药棚，按聚众乱政论处。让开！你敢掀这锅，今日病患少喝1碗水，账就记你头上。宋之为，你还敢抗令？我不抗令，我要看令。县尊若真要封棚，必有文书，必有理由，必有接替办法。水棚封了，病患喝什么？老人孩子里领什么？今日登记的37户由谁接管？今日已登记病患29人，饮水风险户37户，老人孩子优先户42户。县衙若接管，我现在就交。这不是我们管的。那你们凭什么封？清河县临时封井令，城南甜水井、柳树井、石桥井查明水源前继续封禁，设净水棚3处，水排登记，属水分发。这病患棚1处，由同仁医馆沈妙慈协管。任何人不得私卖风井水，不得哄抢蜀水，不得散布神水谣言。裴县丞，县尊没准。城中急政，县令不出替代章程，县城可暂行安民。回去复命。宋姑娘，县令大人是不是不管我们了？从现在起，先按水排走。第一，风井水不得入口；第二，蜀水按户分发；第三，病患先登记再入棚；第四，闹事者停干；第五，发现私卖井水者送县衙。我带人挑水，我管锅，我跑腿传话。我管病棚，我管巡守，我管文书和责任。你不必做到这一步。我若退一步，他们就少一口水。宋姑娘，接令。有人在西街卖风情水，说喝了比蜀水更快好。陆承安，拿人。1碗20文，喝了立刻见效。这是风井原水，比煮过的蜀水有灵气。不能喝。宋之为又来了，他霸着净水棚，还不让我们买水活命。宋姑娘，这真是风井水。不是说风井水害人吗？怎么有人说喝了能好？我娘子喝了，办事就好了。你娘子叫什么？住哪条街？登记在哪本水牌册？你这水从哪口井来？谁打的？何时打的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因为封井令已立，私卖风咸水，送县衙。拿下！拿下！我差点就喝了。以后领水只看水牌，只去净水棚。抢水了！有人抢净水棚的桶！你押人回去，我去水棚。押人交给我，这桶水也带走，留证。凭什么老人小孩先领？再不给，我们自己拿。宋姐姐，他们不是安排来的。退后3步，退后3步，否则今日停水牌。水牌没带。他没有登记。上午我在魏家药房门口见过他。看见了吗？他们不是来领水的，他们是来让你们乱的。从现在起，净水棚分3队，病患家属、老人、孩子、普通户，每队由本街邻里任人，外来插队者送官。我认我们乡的人。我认码头这片。告诉魏长茂，水越乱，账越轻。水棚只是第一步，药商会已经伸手，要断掉病棚最后一条药路。最多撑到今晚，若只给急症，多撑半日。我早说不能得罪魏会首，现在全城药铺都不供货，病人怎么办？他们不是不供货，是逼我们低头。低一低也没什么，先让魏家开仓。开仓之后呢？让百姓用10倍价买药，让魏长茂拿几包劣药装善人。城东城北码头3家药行都不开门，我们说给病患朋友，他们直接赶人，还有人放话，谁敢卖药给同仁医馆，以后别想在清河县进货。先分级，什么？不是所有人都要用药。轻者数水、休息、
观察，重者优先入棚，由你诊治，药材只给最急的。轻的若闹呢？解释清楚，若还闹，停飘。把药留给最需要的人。药不够，就更不能乱。急症当前，你们官铺断药，还说我们扰乱商道。药材从外地运来，要车马，要人工，要打点，涨价是行情。废仓里的药也是行情。那批药，县衙还没定论。诸位，魏家愿意开仓，一副急症药1两银。1两，抢钱啊！嫌贵可以不买，只是病等不得。我买，我娘等不起了。宋姑娘，你能封井，能发水，可你能变出药吗？我变不出药，除了药行，哪里还有药材？医护，郎中家里走方医手里，寺庙试药柜，还有百姓家中存的常用药，登记征用。县衙作价登记，事后补偿。药材用于急症病患，任何人不得囤积哄抬。裴县长，你这是强夺民财！救急征用。你可以关药铺，但清河县的命不归你一家管。我家还有2柜药，按平价记账，先拿去救人。算我一个。裴县长，县尊传令说沈妙慈私藏官药，扰乱药事，要抓他回衙。沈妙慈私藏官药，扰乱药事，带走。沈姑娘一直在救人，她怎么会私藏官药？是不是弄错了？县尊的票也会错？我若被带走，病棚怎么办？不能抓他！这些药不是他私藏的，同仁医馆所有药材入库出户都在这里，哪一位给了谁，哪一包记了账，全清清楚楚。叔父，我胆小，怕关门，怕魏家，可妙慈没做错。证据入册，不是给你撕的。陆承安，你也要抗县尊的令！我只认居产抓人，不认你抢证。票上写沈妙慈私藏官药，官药从何而来？何人举报？查验人是谁？县尊自有判断。那就公堂上说。这上面有46名病患，沈妙慈若被押走，病棚今日就散。病患无人分轻重，药材无人登记，进水无人配合。县衙要带人，可以先派能接管病棚的大夫来，没有人接，就不能带走唯一能救人的医者。不能抓沈姑娘，我儿还在棚里。要沈爷等人稳住，求县衙让他先救人。回去禀告县尊，沈妙慈不逃，病棚也不撤。若要审，本官亲自带他上堂。裴县长，你这是包庇！我这是让清河县今晚少死几个人。你们这样护我，县令不会罢休。他本来就不会罢休。宋姐姐，县衙的人把北街井和县县后井都封了，说没有县令手令，谁也不许取水。抓沈面慈只是引开他们，这一次，他们递来的不是状纸，是全城的渴。县尊有令，所有水源暂归县衙统一调配。那水呢？等着。等到什么时候？最多再撑1个时辰。病患要输水，药也要水煎。开井。裴县长，县尊说没有他的手令。我现在就是手令。裴县长，县尊让小的提醒您，临时封井令是您私自写的。如今县尊亲自接管水源，您若强开水井，就是夺县令之权。县尊的调水章程呢？什么章程？接管水源后，何处取水，何处进水，先供哪些人，每户多少，谁来登记，谁来送水，这些章程在哪儿？县尊自有安排。没有章程，就是断水。对，这是断水。
谁敢喧哗，按聚众论处。东河上游还能取水吗？能是能，可远，水浑还得沉。多久一趟？最快半个时辰。几辆车？把菜市板车都借来，10几辆。借车。没有井水，你还想靠河水救全城？水源不止井，只要不是污染下游水，沉淀、过滤、煮沸，就能撑住今晚。老船工带队取上游水，阿九带少年队借板车，馄饨婶子进水棚加2口锅。沈妙子，并棚先供重者，陆成平护水车。我去县衙。现在，周维憨断井是为了逼你乱，你不乱，他就该乱了。水车很快动起来，菜市板车、酒楼水缸、饭馆大锅全被登记借用，没人再问凭什么，因为他们看见宋之威不是在抢东西，是在把所有东西变成活路。这能喝吗？先沉，再滤，再煮，没人许喝生水。我是说这药水能救命吗？为什么还会这样？机会来了。把他喝过的药水碗带来，查他从哪里来。他说净水棚的水漫，水神霄的浮水灵，喝了2碗。回来就肚子绞着疼，快抬进内棚。陆承安，立刻查验这碗里的沉渣，井泥味，还有旧渠特有的腥气，能看出哪来的？不是北街井，也不是上游河水，更像甜水井一带的支渠水。甜水井不是封了吗？井封了，井下支渠没封。玄真道人说，有些水不是封井就能断，不是吓人。他知道另一个取水口。县衙如何？周维庸闭门不见，师爷说他病了。哼，病得真巧。神水有问题？它不是神水，是封井之渠的脏水，加浮灰卖给百姓。那我们买的是害命水，水神庙真敢！宋姑娘，一定要查清楚啊！我家已经没钱了，浮水还花了300多文。查水神庙后院，找水缸、水桶，按渠入口。这就是浮水底水。墙根有洞。这里通向城南3口井。水神庙一直能绕过封井取水？不是一直，这2日才重新挖开。谁挖的？刘三已经死了。他那天是被押来的。道长说，只要打开旧渠口，就给他银子，还放他走。后来刘三叔说不能再害人，要去告官，道长就让人把他带去魏家废仓。玄真道人在哪儿？他从后门跑了，说要找能保命的人。魏长茂？不是魏老爷，他说魏老爷也保不住他。魏长茂背后还有人，只差一个名字，浮水背后的人就藏不住了。是魏长茂给的，全是他给的。刘生啊，贫道只是收钱办事，没害人。浮水不是你卖的，谣言不是你传的，刘三不是你让人带去废仓的。刘三不是我杀的。那是谁杀的？我不知道。魏家的银子只能证明魏长茂买你造谣。可你刚才跑来县衙后街，不是找魏长茂，你找谁？说，是何师爷，周县令身边的何师爷。贫道收魏长茂的钱不假，可一开始让我盯3口井的人是何师爷。盯井做什么？他说3年前进井修渠，底下埋了不干净的旧东西，若有人查井，就让我说水鬼作祟，带百姓闹起来。只要闹得够大，县衙就能封案。旧账在井底，周维庸怕人查井，
魏畅常怕人查药藏，玄真道人负责用鬼神谣言遮住一切。刘三呢？刘三是何师爷让人押来的，他知道旧区口，也知道井底暗壳。他打开暗渠后后悔，说要找宋姑娘告发。后来魏家人把他带走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死的。你说你不知道，你明知道他会害人，你明知道他们会害人，还帮他们骗水骗命。我可以作证，我去公堂作证。口供不够，你收钱总有账。想活，就拿出能保命的东西。有，水神像底座里有一本香火暗账，魏家给了多少，何师爷给了多少，上面都有。账房着火了！县衙旧库，周维庸要烧掉的不是纸，是所有人的活路。裴县长，县尊有令，旧库鼠患正在熏杀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熏杀用明火，让开！火太大，静静营的账在里面，若烧没了，周维英就能说井底旧账是伪造。我去左驾，我去右驾。3年前景区账不会放最外面，找水利、公料、城南景区、静静营。都出去，梁要塌了。副策3000两救命银，只花了900多。这不是天灾，也不只是水坏了，是有人明知道景区有隐患，却为了银子把全城人的命压了下去。裴县长深夜纵火旧库，还带民女私抢官册，人赃并获。我是你放的，证据呢？证据在这里，这本账烧不干净，清河县的水也不会再由你们说了算。裴燕、宋之威，你2人深夜闯旧库，毁坏官册，抢夺公文，还有何话说？旧库熄火前，我等收到水神庙暗账纸条，前去护证。抵达时，火已燃起。纸条呢？一个盒子就想攀扯本县师爷？州府拨银3000两，10支920两，剩下2000多两去了哪里？2000多两，怪不得景区烂成那样，咱们喝的水原来是被他们贪坏的。肃静！一本烧坏的副册，真假难辨。你一个仵作女儿，懂什么账？所以我连夜调了县衙历年拨银总册。州府3年前拨静景修渠银3000两，县衙总册有记，此数与副册一致。魏家废仓查出的石灰袋、井绳、木料千周段，实收数与副册10支数一致。大人，小的冤枉，都是魏长茂做的，银子也是他转的，小的只是替您，不，小的只是奉命记账。奉谁的命？魏家药仓藏药，与水神秘暗账中急症后受药分粒对应。我父刘三曾说，3年前景区用的是烂木杂灰。他留下井绳结和井底暗壳，才让我们找到这本账。何师爷，你现在说清楚，尚能算从政；若继续替人顶罪，刘三、郑二和城南病患的命都压在你身上。是县尊，
县尊说静静修渠是小事，城南百姓喝了几十年水，不差这1年。银子先挪去补县衙亏空，再转一部分给魏家周转。后来旧渠出事，魏长茂说药价一涨就能补回来。我只是记账，我没想害人啊！胡言乱语！你不是不知道景会出事，你只是赌百姓死不了那么快。放肆！真正放肆的是你拿救命银填自己的窟窿，是你明知景渠未尽还让全城喝脏水，是你为了遮障封井断水抓医者烧旧库。好，你们要查，本县让你们查，可你们别忘了，清河县仍在本官治下，封锁县衙，没有本官手令，任何人不得离城。复册、案账、供词必须送到州府，这本账若出不了城，死的就不只是一桩案子。都退后！县尊有令，城中急政未平，3禁的令，3禁出入。周维庸进的不是人，是证据。进警复册案账残本、何师爷供词，任何一样送到州府，他都再无翻身之能。复册摹本留在公堂，真本走水路。另有一封急呈给州府巡按顾陈畴。四门都封，驿站也被盯着，走官道不可能。走水路。你怎么又偷听？旧码头还有小船，清河县封的是城门，不是河道。夜里走西水道能绕出清河县，只是魏家在码头有人，船行搅糊仓库，多少都听魏家的。谁送？我去。你一走，县衙政务谁守？我去。你更不能走。周维庸现在最想逼你离开公堂，你在，风政有效；你走，他立刻能说政务司管。我去，我在水上走了30年，魏家的人认得我，反倒不会多疑。危险。我知道，我孙女喝过甜水井，是你们救回来的，总不能只让你们年轻人拼命。老赵，这么晚要去哪儿？下游收网，清水县都封了，你还惦记鱼？铺开！不对，他等在这里，说明早知道有人送信。有内鬼，也可能是周维庸故意放出水路，等我们自投罗网。魏老爷找什么？陆捕头，鱼漏出去了！拦船！上！追不到信，你们都别回来！陆成安，仓库，他们要烧东西。魏家自仓，谁敢擅闯？送信你拦，查仓你也拦。魏会首，你到底怕哪一样？怕你栽赃。救火！这些药够兵朋用10日。这是什么？别动！县衙封箱。这不是简单的囤药，是县衙和魏家合谋，先把药材继承官用，再让魏家以单鹏之名卖回百姓手里。这里还有静景石灰的账，石灰、木料、井绳，3年前到今年全经魏家。所以他们变着换坏井的钱，又赚病人的药钱。带上出去！送信人还能走吗？原来周维庸早就接过1次信，巡案已经收过前1封信，他在来的路上。够了，还不够，周维庸还没倒。县
离城，他说水域失控，要启程上报。周威恒要在天亮前带着最后的秘密逃出清河县。清河县水域难控，县尊奉规避险，暂赴州府请援。城中诸事由裴县城暂管。请援要带这么多箱子，病棚还没撤，井还没修，他倒先走。县尊要走，本县去州府请援。请援不必带家眷细说。清河县如今乱成这样，本县家眷留下，若被乱民冲撞，你担得起？清河县乱，是谁逼乱的？本县倒想问宋姑娘，你查来查去，水好了吗？病人都醒了吗？清河县是不是更乱了？水棚还在，病棚还在，药材正在登记，巡案已在路上。空口白牙。州府巡案已收到前信，码头一族可作证。陆捕头，你敢在县衙拔刀对县令家眷？放了我爹！宋武之涉嫌伪造验伤，协助你构陷本官，本官带他去州府审问，有何不可？宋怀英是本案证人，不得私押。本县就是要带证人上州府。账册给我，你爹留下，否则路上出了什么意外，水路难行，山路湿滑，本县也管不了。前世见过那么多死者家属，我以为自己足够冷静，可如今刀架在父亲脖子上，这冷静竟是要把心活活撕开。县尊，今日走不了。哼，凭你！水排湖到了！县尊要带走宋武字，也把我们带上吧。我们都喝过宋姑娘发的水，也都是她救的。他爹若有罪，那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是不是也有罪？我从未想过，有一天，这清河县的满城百姓，竟会挡在我们父女面前。好，既然都来了，就在公堂上说清楚。升堂！本县倒要看看一个仵作妇女如何当着全城人的面翻天。好一个纸人伤！刘三尸身在船上，衣物湿透，你却说不是溺死，凭什么？刘神口鼻无大量水墨，指缝有抓上有勒痕，他不是自行落水，是先被制住，再被移到船上。你说有勒痕就有勒痕，谁能证明不是你们后天的？宋怀仁，你身为仵作，协助青云伪造验伤，扰乱水岸，可认罪？从行早现在，我第一次这样怕，不是怕死，是怕爹被他们拖进泥里，毁了一世清誉。老九验尸30年，只认伤不认人。周卫庸果然要打爹的正言，只要爹被诬成伪证，刘三这条线就会彻底断掉。志威，把诗阁拿来。验尸当日，陆捕头在场，周娘子在场，裴县城也在场。勒痕方位、宽窄颜色均以白纸黑字记入诗阁，我可作证。我也作证。你们都是一伙的，这证言算什么数？那就复言。你在外面，爹，这一次让爹来。我忽然明白，爹不是只等我保护的人，他也一直在用他的方式死死护着我。你要当堂复言，不是为了冒犯死者，是为了让刘三把最后的话说完。爹，我让宋武作验。刘三指甲下除了井泥，还有7亩屑。哼，那又如何？把魏家废仓夹险的木箱拿来。是。刘三死前曾被关在魏家废仓夹室，他抓过这只木箱，此证可证明刘三不是码头意外落水，而是从废仓被带走后遇害。这说明他根本不是意外撞见案子，他从3年前开始就知道静景营有问题，而3年前静景修去的批押，正是周县长。
不是我杀的。那是谁？够了！区区木屑仍不足定案。那再加上这个呢？刘三死前留下井下暗格线索，我们在甜水井下找到旧账和这枚孔牌。县尊，仵作验的不是人情，是死人身上的真话。刘三说害他的不是水，是知道水有问题却让全城继续喝的人。我说，刘三不是我下令杀的，是何师爷派人来传话，说县尊要他永远闭嘴。那就看关账。刘三留下的铜牌对应进井工号，甜水井底封泥里有同样的工号印。他根本没慌，他要的不是变赢，而是拖延时间。只要拖到主井出事，全城断水，百姓的怒火就会将今天所有的证据彻底吞噬。诬告朝廷命官是什么罪？你知道吗？草民有账，3年前进井银县衙批下3000两，魏家实拿1600两。木料拾回井绳，全按足价报，实际用的都是旧料。商户私账，想写什么写什么。3年前修井确实没修到底，刘三说过，井底旧渠堵了，得重开。何师爷说银子不够，表面换新木就行。你胡说！这是昨晚从井底带上来的。我们喝了3年的烂井，正儿是不是就死在这上面？高民喧哗，全部退下！县尊，主井那边出事了，主井再不能用，全城就没水了。你不是会救人吗？那你去救啊！主井不能坏，城南已经封了3口，再封主井，今晚喝什么？宋之威私封水井，扰乱鬼水，如今主井也出了事，本县早说过，不能听个仵作女儿胡闹。他再拖到明月压过证据。周维庸，你也有今天。主井那包东西，是你让何师爷交给玄真道人的。魏会主，你别乱说。我乱说？昨夜你来码头仓要我备快船，还说主井一乱，宋之瑜就再也翻不了身。东西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主井若真被毁，今晚先死的是病棚里的孩子和老人。你现在不开口，杖之能判你，死人也能判你。汇报，藏在主井东侧旧磨坊。和平，我不想再背命了。陆捕头，去旧磨坊，沈姑娘守病棚，裴大人开备用水簇，老人孩子先领赎水。你呢？去主井。人抓到了。是何师爷让我放的，他说只要主井乱，大家都会怪宋之威。灰粉不多，有人想回井，却没来得及把整包倒下去，还有救。封主井入口，不许再打。东河上游取水，水车分2队，病棚、老人、孩童先供。城隍庙前重新架锅，所有水煮开。雨这么大，火怎么烧？拆门板电火。拆我的！我带人去东河。衙役随我开路。临时领水按旧册，没有水牌的先登记后补牌。宋姐姐，我能传牌，只跑熟路，不准靠近。知道。水呢？孩子又烧起来。宋之伟，你查得出账，拦得住雨吗？先保火，再保水。浑水先沉，浑水先沉。取上层，取上层。过步，过步。再煮，再煮。2个孩子高热，老人那边也撑不住了。先给最重的，你也喝一口。等会儿，宋之威，你倒了，这里没人接得住。
汇报全搜出来了。留样。留了。抢水者停杆。我家也有病人。所有人家里都有。姐姐，我娘说这水能喝。能喝。谁主事？民女宋之薇。仵作之女，风景吊水摄棚都是你做的？是我提的。裴县场下文书，陆捕头抓人，沈姑娘救病，百姓出宫。市集从商，章程在册，征用有纪。病症、井水来源、用水安排皆在册。主井投回者已押，供出何事也？顾大人，清河县不过小乱，仵作女儿妖言惑众，裴燕越权风景，才致民心不稳。昨夜清河县送到州府的是送信途中，魏家快船追截，码头仓火。是，你们为何不等县令处置？因为县令在处置证据，井底烂木，证明3年前进井未尽；铜牌和副册，证明刘三参与救井工；徽包和水神庙暗账，证明有人造谣受俘；魏家黑皮账，证明药商会囤药抬价；何师爷口供，证明主井危机不是意外。周维庸，本官在。暂夺清河县印。本官亲审。宋之威风井吊水，是否扰民？先听民证。我作证，阿离喝了甜水井的粥，倒在井边，是宋姑娘拦住我，不让我给孩子喝生水。那时候我骂她，她还是救了我女儿。这是蜀水，宋姐姐说水要干净，人才能活。我男人死在井边，以前我也说宋家晦气，可他问的第一句话不是为自己脱罪，他问我郑二是不是喝了井水。我作证，郑二不是鬼害的，是有人害的。我父刘三胆小，一辈子不敢惹官，他知道井底有旧账，怕了3年，最后还是把线索留了出来。我替他作证，井底有账，人心也有账。我作证，断水那夜是宋姑娘让我们从东河上游取水，水车陷泥，她让我们卸半桶垫木板，那晚送到病棚的水救了我孙女。我作证，他蒸了我的锅，登记了，可我不要补偿，那锅水救人比我卖100碗都值。我也作证。你作何证？宋姐姐没有让大家乱，她说抢水停牌，帮忙先领，她教我们排队，也教我们活命。黎民，官府审案岂容你们裹挟？他们不懂官场，但他们懂谁给了谁断了水，懂谁救人，谁烧账。记，清河县百姓联名作证，宋之威风井吊水，虽无官身，实为救济。京井银3000两，实支不足1000两，认不认？账册残缺，不足为凭。那便听人证。净井银是县尊批的，魏家送来的木料本就不合格，刘三报过旧渠堵塞，县尊压下了。他说城南穷户多，喝了几10年井水，不差这一回。和平，你敢攀咬本官？让他说完。后来井水有异味，刘三又来报，县尊说若报上州府，3年前那笔银子就遮不住。
药商会囤药抬价，可认？认。神水善朋药药材断供，可认？认。刘三之死，我没亲自动手，人关在魏家废仓，是我默许的。何氏也传话说刘三不能再开口。水神庙收银造谣，售卖符水，可认？认。符水取自风景之渠，可认？认。清河县井水案非天灾，乃静井银被贪，井渠失修，商会囤药，诬状造谣，官府压案所致。周维庸革职收押，押赴州府复审。何师爷收押，魏家药仓银库查封，急用药材全部登记入病棚。水神庙封庙，涉案财物充作静井修渠。宋之威，你赢了。我没赢，正二没回来，刘三也没回来。清河县只是终于知道谁欠了他们一口干净水。宋之为，清河县第一案你立首功，说吧，你要什么赏？定是赏银子，说不定能得个官审，或者给宋家证明。我不要银子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一口干净水。一口干净水？是。清河县三井要修，主井要清，旧渠要查。净水棚不能今日按结，明日就散。这次是城南，下次可能是城北，不能每次出事都靠人临时拼命。你想设常备棚？水务一棚，平日查井、清渠、计水源，及时设净水棚、病患棚、赎水棚。井夫有册，药材有册，水牌有册，寓意先锋，再查再供替代水。病患由沈姑娘协管。我愿意。巡守由陆捕头轮值。可以，你们愿意？我愿做水工。我愿管锅。我能跑腿传牌。同仁1万可以出半间铺子，不要租钱。准。清河县暂设武仪棚，裴燕代管中期间督办净水安置，沈妙慈协理病患一棚，陆承安协理巡守查禁，所有作价登记，所有账层培训工文书补偿征用登记由县衙负责。我负责，要钱要人要章程。魏家涉案药材和银两先冲病棚，水神面香火钱冲净井，追回贪墨余银补修井渠，百姓出工按工记账，不白用。宋爷爷，喝水。这水好。以后要查的不止水，那就一样一样查。我陪你。先把这口水查清楚吧，裴大人。谁让你瞄的？啊！我怕有人看不清。瞄的不错。去衣棚挂上。啊！清河县变了很多，净水棚从临时变成了常罪，病患也分流造册，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，清渠、管锅、盘账、巡警，一切都在重回正轨。裴大人，再不吃就要记入病患册了。宋协理如今连县城也管，水务一本管所有可能倒下的人。那我不敢不听。二位若叙旧结束，顾大人请去公堂。州府准令，准清河县暂设水务一棚，3月后复核。准宋之威以民籍协理水源登记。准沈妙慈协管病患一棚。准陆承安兴设景区巡守。准裴燕暂代清河县县务。宋之威，你救了清河县。不是我一个人。
是清河县自己不肯乱。好，那本官便写清河县百姓自救有功。宋姑娘，以前是我嘴坏，这碗水给你赔不是。以后我们不叫你不祥女了。恭喜你，宋姑娘，清河县的主心骨。水清了，而下一口井已经在城外等我。甜水井重修完毕，暂供洗涤，不做入口水。还不能喝，再查3日。听你的。听见没？再查3日。少摆架子。官身一给，章程难立。你先把清河县这套水务一棚跑顺，若真有用，州府会再来取经。清河县不是终点，只是开始。水排不能只在集使用，平日也要知道每户常用哪口井。写入章程。井夫下井至少2人同行，出入登记。写。药材储备不能全握在药商会手里，一棚要有常备药柜。宋姑娘有没有发现？发现什么？你如今说起县务，比我还像县城。那你让位？不让，我替你写。州府来的急报，临县白石镇雨后井水泛苦，3日内已有数户突发急症，当地县令以水鬼作祟定论，封口不报，特请清河县水务一拨派人协查。又有怪水？去哪儿？我认路。又是一座城，又是一口井，又是一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。沈姑娘，带病患空侧，我去备药箱。陆捕头，接2名熟悉水路的衙役。我亲自去。在。你留下。为什么？清河县还要传牌，水务一棚不能没人跑腿。那你们回来要给我讲。好。裴大人也去。白石镇不归我管，但章程是我写的，总要亲眼看看他出了清河县还管不管用。爹，这次不是去验尸。带着，带着，不是盼着死人，是提醒你，活人会说谎，证据不会。宋姐姐，路上喝水。宋协理，走了。乱世里，脏的不只是水，还有账，还有人心，还有被鬼神和官威遮住的真相。但只要有人愿意查，愿意记，愿意把一碗水烧开递出去，下一座城就还有救。